推荐大家去澳门塔，然后胆大的人可以挑战一下蹦极，胆子不大的人可以挑战一下楼下的那个旋转餐厅。会，我自己平时刷抖音的时候会把人家用过那些滤镜给收藏，然后自己无聊的时候就会拿出来每个自己尝试，可是到最后就是还是不会发出去，就自己试一下玩这样。可是粉丝不是说希望就一轩不要再用滤镜了，所以我才不发。如果你身边有一个英语很好，特别是口语很好的人，就希望你抓住他去练。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推荐大家多看一下美剧或英剧，真的会有帮助。OK 舞台的造型吧，因为私底下比较少挑战那种露胳膊的一些服装，然后那个造型也是自己后知后觉发现最喜欢的，也算是一个挑战。就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像是责任感比较重的一个队长吧，因为我过往的经验告诉我，就是一个团队最主要的是要把这个团队里面所有的成员的特色和特长发挥至极，然后我是冲着这个目标去当的队长。对，其实当时李宇春 PD 有问过我这个问题，然后我的回答是，我就把我们11个人想象成一群特别热血的高中生，在天台上面玩着乐器去唱歌，然后我就把这些舞美的元素画上去了。紧张感和压迫感其实倒是还好，特别是到后面你会发觉，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自己的优点，你同时也会发觉，其实所谓的压迫感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就你会很怕，不知道在短时间之内能不能把自己的特长给表现出来，也不知道能不能被别人看见。无忧无虑，轻松，然后最后一个当然是快乐。刘俊吧，因为在节目里面我经常跟他开的玩笑就是我们第一个舞台合作完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合作，结果最后一个舞台就是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最后一个舞台，然后我们也同时答应了对方，就是这不是我们最后一个舞台，就之后还是会有合作，有机会的，然后我和你们一起期待吧。如果工作有这个机会，就是会呈现给大家看到。对，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吧，因为其实我在国内没去过那么多城市，所以到每个城市算是一个就新的体验。然后我自己也蛮想就是去每一个城市多活动一下，就也顺便当旅游。因为最近一个活动是在西安，然后也是看到很多不同的粉丝，就是从国内不同的地方飞过来去看我，体验感就不一样的。对，会有一个风格，就是大概所有人都不知道吧。其实我自己是一个特别爱古风的一个人，然后希望之后有舞台可以呈现出一个就有力量感或有带少年感的一个古风。善于表达和就敢于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吧。以前会觉得你要是不了解我，那就算了，我就不说了。可是到后面会发现，有时候你不说，别人真的不知道你脑子在想什么。然后会觉得说，不管别人能不能站在你立场去理解你，起码你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你自己也好受一些。我觉得两者其实挺互通的，特别是上完这个节目之后，会发现其实读完设计，你对舞台一些要求还有审美，和那个英文叫 muse， 就是那个灵感，就是你会比较多一点。而且现在不管是偶像还是艺人，不是追求多元化嘛？我觉得多一个技能对于自己也是一个帮助。有。可是我纠结的点很大一个来源于我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很多东西我纠结是因为就不知道能不能把它做成完美，而不是因为我性格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人。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租车汽车司机催腿出师傅，
在44棵死色狮子树下除出竹笋，有进步吧？最近参加完一个活动，就终于看到的粉丝长什么样子，就看到他们就真的是什么样子，然后看到大家都在努力的追寻梦想，自己就觉得挺欣慰，就也想给大家加个油吧，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声，就你们很棒，然后再黑暗的暗夜也会迎来黎明，然后你要记住，就你们真的特别好，特别值得，